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我大概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更新了，最近因为疫情的原因，又给了我想要制作视频的动力和时间。除了时尚穿搭之外，我想分享更多关于职业和生活方面的内容。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如何知道自己是否适合初创企业。相信很多同学都有这样的疑问：大公司还是小公司？我呢想通过我自己的一些个人经历和你们分享一些我的心得。首先呢，我先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个人经历。2012年研究生毕业以后呢，我就留在了 Pittsburgh 的一家小公司做手机软件开发。我加入的时候好像是第一个女程序员，然后我就看着公司从一个很小的团队一直到慢慢的迅速扩张，然后财信出现了危机，一直到呢我也因此被裁员，然后我就借此机会就搬来了旧金山，在现在这家公司呢做企业软件开发。我当时加入公司的时候呢，差不多好像也是50个人左右吧，然后也没有任何一个产品。现在的我们被收购前，我们公司呢已经有上千多人，然后全球都有办公室。所以呢，我就有2段完全不同的经历。我觉得第一段就是很多起起伏伏，也算是一个失败的经历，然后就可以 learn from the worst。然后第二段经历呢比较完整，也是从一个很小的团队一直看着它慢慢成长、扩张，然后一直到最后被收购。虽然说没有上市，但是我觉得被收购这个结果其实是我自己很喜欢的。那接下来我就来和大家分享我一些心得吧。因为我一录视频说话就紧张，所以呢，我需要看我自己的一些笔记。首先你要思考你想去初创企业的动机是什么，就说你要问自己为什么，我为什么想去？不管你是刚毕业的学生，还是已经工作好多年，是希望换一个环境，你都需要去问自己为什么，先想清楚这个问题，再做决定。你的动机可以是想要提高自己的技能，因为大公司每一个东西都有很多人在做，可能是几百几千人在做，那你能学到的东西非常少。然后小公司吧，就可能你要学的不仅仅是技术上的东西，你可能还要学关于市场营销的东西，关于管理的东西，就让你能很快的成长。或者你喜欢快节奏的环境。我觉得大公司有时候让我感觉有种提前养老，所以呢，我就更喜欢初创企业那种快速的地带产品，然后呢，就是有一种感觉我自己还很年轻，还很奋进。或者你就喜欢这个公司的产品，就比如说我当年特别想去 Pinterest，因为我自己就很喜欢用 Pinterest。或者呢，你很仰慕该公司的创始人，就是有很多 founder，他可能之前已经是有过几个成功的公司了，然后他又出来又再做一个公司一个团队，你就很想去加入他，或者你就想发财。大多数想去初创企业的人，应该都是抱着想发财的心态。还有呢，就是不想刷题，我就是那个不想刷题的人。就是我在读书的时候吧，我就完全没有心思想去大公司，我就一心想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初创企业。第一呢，就是就像我说的，我不想刷题，因为我当时在 Pittsburgh 那个公司，我完全就没有刷题，我就把自己在学校里做的几个项目，就是几个手机 app， 然后就发给他们，然后他们看了一眼，就觉得哎呀可以，然后就直接进入第2个面试。当然，我也很想在就说小公司里磨练自己的技能，因为我其实是从商科转到计算机，所以我觉得我的基础呢比很多人差。如果我去大公司呢，我可能干个2、3年，我能接触到的东西还是很少，我可能学习的速度会很慢，就要靠自己在家里学习。因为有时候我觉得，如果你能接触到一个很好的项目，就是你能很快的学习，你就不需要下班以后还要回到家学习，因为毕竟在工作，每天工作8小时，如果你能完全利用这8小时，比如说做手机软件，我在
第一个公司的时候，我从设计、产品设计，一直到后来的开发，一直到后来的发布，到后来的后期的维护更新，基本上都是我一个人负责的。所以我就能学到的东西非常多，而且我能在开发一个手机软件的时候，我能学到的技术也是方方面面的，就不仅只是某一个页面、某一个功能，基本上是整一套功能的一个流程，就能遇到很多问题，然后从中去解决。然后呢，就是因为我的动机呢是想要获得更多的经验，所以我当时在 Pittsburgh 那份工作，我根本就没有考虑薪酬，就是 Pittsburgh 的公司也没有给股权，我完全都不知道去初创企业原来有股权这个东西。然后我搬来湾区，感觉自己当时就是个傻子，天天加班是为了什么？就不像在湾区这边，大家想要去初创公司都是为了想要发财。我可能当时真的是太天真了。好，你想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去初创企业，那接下来你就要去思考风险有哪些。比如说初创企业福利很一般，管理层缺乏经验，没有流程，没有职业规划，经常加班，可能也没法办身份，等等这些问题。大部分的初创企业的薪资和福利没法和大公司相比，这个东西就是没法比。小公司刚刚开始的时候，它资金有限，它能省就省，它可能会给你很多股权，但是有时候刚开始的时候连产品都没有，所以你很难去衡量这个股权到底有没有意义，所以你还是要考虑清楚你能不能接受这个薪资，然后小公司也没有像大公司那些什么免费的午餐、免费的 gym membership 这些东西都没有。但有些福利你还是要去思考，就说这些福利你是需要的。比如说女生，可能你这2-3年你需要结婚生孩子，那小公司很多时候它可能都没有什么3个月、6个月的产假，那你就要思考你是否应该去一个大公司，而不是先去一个小公司。其次，去初创企业，你要把自己的期望值设好，你就不要去奢望这个公司的文化会有多好，不要去奢望你会有职业上的导师、职业上的规划，因为对一个刚刚开始的初创企业，它还需要时间去建立这些东西，它可能前期的重心都是在产品开发上，它就不会去给你提供这些东西。所以呢，这些东西你都需要自己去摸索，自己去解决。好处呢，就是你可能成为那个建立规则的人。之后呢，当这个公司扩大，你就变成一个团队的领导人，你可以去培养下面的新人，这对你也是一个成长，也是一个很好的经历。我在第2个初创企业的时候，一开始呢，我就开始挣扎，我是不是选错了？因为前期还是经历很多跟第1个公司相似的东西，就是很多东西没有流程，然后经常一些东西就是反反复复的做，然后经常一个产品做完以后不合适，重新再来过。然后那时候呢，我就开始犹豫不决，就觉得自己哎呀，是不是应该留下来？然后我一个 PM 呢就跟我说，我们现在呢还在一个快餐文化的阶段，就是我们要迅速的开发产品，把它推向市场。因为如果公司没有产品，没有收入，那这个公司可能就1-2年就垮了，那你也就失业了。所以前期的时候呢，我也会跟着公司想要如何去赚钱，然后慢慢的呢，就说时间会让这个东西去变成一个 fine dining。至少我当时觉得我们公司的 PM 他们是有这个想法的，他们是知道自己在这个哪一个阶段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。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很 OK 的，所以呢，我就也非常相信我们公司的团队，所以才会一待了6年。当你思考了去初创公司的一些风险因素是什么，你就可以思考你最大的底线是什么。比如说我第1个公司就没日没夜的加班，第2个公司呢，我就不想再有这样的生活，所以我当时面试的时候，我也有问关于一个加班文化，然后当时呢，他们也跟我说，第1年的时候呢，肯定是要加班的，肯定是要大家努力一点，多做一点。但是之后呢，公司的慢慢
大，每一个人呢肯定是就是会把生活还给你，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好，我可以加入这个团队。所以你就要去思考，就说你的底线在哪里，就是有一些事情你觉得你是没法接受的，那你就还是不要去这个初创企业，或者你就压根不能去初创企业，先从大公司做起。就是如果你的动机是能克服这些风险的，那么你可以思考你要怎么去克服这个问题，就是你可以去想象当这个问题发生以后你会去怎么克服。比如说小公司没有职业规划，你觉得是 OK 的，因为现在网上有很多信息，你可能就在网上发个帖提个问，别人就会给你很多意见，所以你就可以去思考，如果你在这公司会发生这些问题，你要去怎么解决。一旦你做好自己的心理建设，你再加入一个初创企业，你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落差。说到这里，不知道还有多少同学觉得自己是适合初创企业的。如果你觉得自己适合，那你可以期待一下我下期的内容。我下期呢会和大家分享如何选择初创企业。我自己个人是非常推荐去初创企业拼一拼，体验一下生活，是好是坏，这都是你人生的一些很珍贵的经历。我觉得自己是很幸运的，因为现在这个初创企业被大公司收购以后，我又不用刷题的进入了自己想去的大公司。可能之后还可以跟大家分享，在小公司和大公司我更喜欢哪一种文化吧。到这里了，如果你有想看的内容，记得在评论区留言。如果你有一些创业企业的经历，你也可以在评论区和大家分享，也许对一些人来说，他可以受到一些启发。如果你喜欢这期内容，就记得点赞，也欢迎订阅，我一定会努力更新的。那下期再见啦，谢谢大家支持。